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儿子买车我送去6万块钱，儿媳做了一顿饭，吃完后我决定不给1分钱。张大爷今年66岁，儿子已经在城里安家了。为了让儿子能够娶上老婆，张大爷和老伴把几个亲戚都借遍了。孙子出生后，张大爷的老伴又去帮忙照顾了3年多的孙子，好不容易等孙子上幼儿园了，老伴才得以脱身。老两口刚过了2年多的安稳日子，好不容易把亲戚家的钱都还清了。前几天儿子又打电话来，说想买辆代步车，还说自己的手上的钱不够，让张大爷给送去6万块钱。有了车之后，不仅方便他接送儿子，自己和老婆上班也更方便。张大爷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又和老伴把亲戚朋友借了一遍，总算把6万块钱给凑齐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大爷就带着6万块钱去了城里儿子家。儿媳看到张大爷来了之后，一口一个爸的叫着，让张大爷心里暖暖的。没过多久，菜上齐了，一家人开始吃饭。儿媳给孙子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没想到孙子却说道：天天吃红烧肉我都吃腻了，我要吃大闸蟹。儿媳见状，就从孙子碗里把红烧肉夹了出来，然后顺手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张大爷看到好好的一块红烧肉就这样扔进了垃圾桶，觉得心痛不已。因为他和老伴在家里1年上头都舍不得吃一顿红烧肉，想到孙子刚才说的话，张大爷觉得自己和老伴真的太傻了。2个人节约了一辈子，到底为什么呢？难道就为了把钱给儿子儿媳挥霍吗？就在这一瞬间，张大爷做了一个决定，这6万块钱留下来，给老伴买点好吃的。老伴跟着自己吃了大半辈子的苦，不能再亏待他了。吃完饭以后，张大爷没有把钱拿出来，而是准备直接的回去了。儿媳见状，连忙的问：爸，那6万块钱呢？那钱我们准备留给自己养老，我们两老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。想买车，你们自己去挣。说完之后，张大爷就走了。大家觉得张大爷做的对不对？都说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水，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。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，都会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给到孩子最好的生活。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比别的孩子差。有的时候，尽管自己的工作得很辛苦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苦自己也不会苦孩子。但是对于养育小孩这件事来讲，作为父母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虽然爱孩子是每个父母的天性，但是却不能够将这一份爱变成溺爱。毕竟在父母溺爱中长大的孩子，大部分是很难去适应残酷的社会。这样的孩子到最后不仅承担不起赡养父母的责任，到了成年的时候还会理所应当的在家里啃老，遇到一点点的问题，一点点的挫折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，总是想着父母能够成为自己的依靠，为自己善后。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挂在嘴边的话。说句实在话，很多父母生孩子都是抱着养儿防老的心态，尤其是以前生好几个孩子，多生一个孩子就有多重的保障，自己老了怎么也有人养。当然，让父母老有所依，老有所靠，也是为人子女应该尽的责任。可是近年来，另一种声音又逐渐的占据了主流，养儿防老是最大的谎言，老了指望孩子是很不现实的事。我们也经常看见或者是听见，父母辛辛苦苦的把孩子拉扯大，让他上大学，帮他成家立业，可自己的晚年凄凉孤苦的下场，
或者孩子为了家产和父母闹翻的也比比皆是，仿佛这些更验证了养儿防老是最大的谎言的真实性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父母对养儿防老更是嗤之以鼻。身边很多年轻朋友都说靠人不如靠自己，别把自己养老的责任放在孩子的身上，趁年轻自己多存点钱养老才是保证。如今世道变了，父母只有养老防儿，很现实。父母年轻时榨取他们身上的价值。以前我们说的是你陪我长大，我陪你到老，而如今的社会现状就是你辛辛苦苦养大了，还要给我买房买车，娶媳妇带孩子。以前的时候谁也没有想过孩子结个婚会把一家几代人的钱包都掏空，而如今却真真切切的发生了。好不容易等把孩子养大成人了，孩子买房结婚娶媳妇，一下子掏空了几十年存的养老本。大部分的家庭的现状就是孩子结婚后自己该退休的年龄还退不了休，继续的拖着不灵便的身体奋斗在工作的岗位上，为儿子还债，为孙子挣奶粉钱。等他们老了，拖自己后腿了，就开始嫌弃。现如今大多数的家庭就是，如果父母年轻力壮，身上还有多余的价值，能给家里贡献劳动力，能给家里带来金钱收入，那么这样的父母可能还是家里的香饽饽，孩子们也会多一些好脸色，多一些尊重。但一旦哪天父母身上没有榨取的价值，甚至还要孩子分出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的时候，年轻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压力太大，身上的房贷车贷，下面还有养孩子的开销，上面还有年迈的父母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父母在孩子的眼里就是累赘，就是负担，把父母扫地出门，甚至对他们视而不见的情况屡见不鲜。养儿防老就是要懂得给自己留后路。如今养儿防老显得靠不住的，晚年想要过得舒坦一些，还是要懂得给自己留后路。到了晚年，如果自己手上没有钱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这个社会有几个人能够完全的不顾现实的压力，放弃一切来伺候父母床前？说句很现实的话，儿女们心里都希望能够早点解脱。所以说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晚年自己手里有钱，身体健康，自己有底气有实力，在不给孩子添负担的前提下，才能真正享受天伦之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